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OK， 好，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要来对2026年的台股做一个非常深入的展望分析。我们会从全球的两股巨大力量开始谈起，然后一路拆解到台湾在全球供应链里的核心角色。最后，我会给你非常具体、可以马上上手的投资剧本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roadmap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我相信也是最多人想问的。这股市连续涨了这么多年，大家心里是不是都有点毛毛的，有个问号？就是2026年的股市到底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财富翻倍的新机会，还是一个等着我们跳进去的陷阱啊？这个焦虑感，我相信不止你有，我也有。我们先从影响台股最深的美国市场看起，因为台股跟美股的联动现在真的太高了。你看这张图。标普500指数从2023、2024到2025，扎实走了3年的大牛市，这个涨幅真的很惊人，对吧？但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就是那个涨势的斜率好像越来越平缓了。23年最强，24年次之，25年虽然还在涨，但那个力道、那个冲劲，明显感觉有点后继无力了。所以重点来了，在经历了这样历史性的3年大行情之后，2026年市场到底会怎么走？是牛市的第4年继续往上冲，还是说派对总有结束的时候，会迎来一次比较大的修正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份深度分析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眼光拉高到全球的宏观层面。其实决定2026年市场走向的，主要就是两股巨大而且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在拉扯。这两股力量就像在拔河一样。左边是以 AI 为主导的科技生产力革命，这股力量非常强大，充满了乐观的成长潜力，告诉你未来一片光明。但右边呢，是联总会到底要不要降息的货币政策，降不太下来的通膨数字，还有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冲突跟关税壁垒，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。所以说2026年就是看这两边谁的力气比较大。我们先看乐观的那一派，科技革命的拥护者。代表人物就是马斯克，他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，他说 AI 跟机器人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，会在未来3年内引发一场良性通缩。这个很重要是良性的，意思就是物价会下跌，不是因为大家没钱消费、经济衰退，而是因为东西生产的效率太高，速度太快，商品跟服务的供给远远超过了货币的增长。你想想，如果剧本真的这样走，那利率降到0，股市当然是继续狂欢呢。不过，我们来看看比靠谨慎的宏观经济派，华尔街各大投行给出的预测就保守很多。你看，大部分机构预测2026年标普500的涨幅大概就是 10% 上下。10% 是什么概念？它其实就是股市长期的历史平均回报率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分析师认为市场会从前几年的疯狂，慢慢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、比较温和的成长轨道。他们更担心的还是联准会跟通膨这些变数。好了，讲完了全球的两股力量，我们现在要把焦点拉回到我们最关心的台湾。因为不论全球怎么变，台湾的角色在这场由 AI 主导的科技革命中，都处在一个绝对的核心位置。这真的不是我们自己讲自己嗨而已。我们看这张图就很清楚了。台股的结构非常集中，光是电子类股，特别是半导体，就占了整个市场超过1半的权重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台股的命运跟全球的科技趋势是完全绑在一起的。AI 好，台股就好；AI 打个喷嚏，台股可能就重感冒，就是这么直接。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大家注意听。我们来看看美国现在最红、交易量最大的半导体 ETF SMH， 它的主要持股有哪些？第1名，辉达，这不意外 ，AI 的心脏嘛。但请看第2名是谁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。这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：当华尔街的资金，当全世界的投资人想要搭上 AI 半导体这班高速列车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就在直接买进台湾。钱就是这么诚实。
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，美股市场在买的其实就是在买台湾，台股和美股科技股的联动性现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紧密。所以如果你想搞懂台股未来的走向，你就必须先搞懂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到底在玩什么。OK， 分析完大趋势，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实战部分了。面对这样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复杂市场，我们投资人最直接的选择题就是：我应该买相对稳健的 ETF， 还是去拼高报酬的个股？这两者各有优劣，对吧？ ETF 的好处是分散，你买的是一篮子的公司，风险比较低，不用担心说，我运气不好，刚好买到那家出问题的公司。而个股的魅力在于，如果你真的挑对了，那个报酬率会非常惊人，但风险就是你也可能踩到地雷。接下来我要用一个真实的案例告诉你个股的风险有多可怕。我要讲一个我觉得今年最经典的案例。我们来看这家公司，我们叫它甲骨文。它在 AI 供应链中非常重要，但它有一个致命伤，它超过60%的营收都来自 OpenAI 这一个客户。同时，他为了满足 OpenAI 的需求，还投入了天文数字的资本支出去盖资料中心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？现在请看这张图，这真是太有趣了。黑色的线是它的股价，你看还在高档震荡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很多散户可能还在追高，但你看这条橘色的线，它是这家公司的信用违约交换 CDS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市场对这家公司会不会倒债的恐惧指数。你看 CDS 在年底前疯狂飙升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在债券市场的那些聪明钱已经极度担心，万一 OpenAI 在场 AI 大战中输掉，那甲骨文这些巨额投资就会全部变成泡沫，甚至可能导致公司倒债。股价还在骗你，但债券市场已经在用脚投票了啦。这就是个股最可怕的地方。好，看完了这个有点惊悚的个股案例，我们回归正题。面对2026年，我这里整理了3种针对不同投资人的使用策略，大家可以来对号入座，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外形。首先，如果你是刚开始投资的小资族，本金还不多，我的建议非常简单，不要想着一步登天，也不要去听信什么名牌哦。先从追踪大盘的指数型 ETF 开始，像是美股的 VOO 或是台股的0050、006208，然后用最纪律、最不需要动脑的方式定期定额投入，不要管市场涨跌，专注在累积股数，长期持有，这样最稳健。接下来，如果你是每个月有稳定现金流的上班族，我非常推荐你使用核心卫星策略。意思就是把你的投资组合大部分，大概7到8成放在稳定的大盘 ETF 当做你的核心资产，这能确保你的资产稳健成长，让你睡得着觉。然后剩下2到3成的卫星部位，你就可以去投资一些你特别看好的高成长主题，像是半导体 ETF 或 AI 相关的 ETF， 来增加你整个投资组合的爆发力。最后，如果你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，看的是3到5年甚至10年以上的长期投资者，我认为现在的 AI 趋势非常像1995年那时候的网络革命，它是一个长达数年的生产力大周期，所以你的策略应该是找出你最有信念的 AI 或机器人相关 ETF 重压下去，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你的心脏要够大颗，中间一定会经历15%到20%的回档修正，市场会有很多杂音，但你必须坚持持有，才能完整的吃到整个大趋势的红利。讲完了策略，在我们这些分析的最后，我想把格局再拉大一点，我们来谈谈除了市场每天的涨涨跌跌之外，未来几年，我们这个社会将面临的真正巨大的风险是什么？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风险有3个层次。第一层是市场风险，也就是 AI 概念股炒作过头、泡沫化，像2000年网络泡沫那样崩盘。第二层是物理世界的瓶颈风险，最近大家应该很有感 ，AI 资料中心最大的问题不是晶片不够，而是电不够用。如果电力问题不解决 ，AI 的发展就会撞到天花板。但我觉得前2个都还是小事，第3层才是影响最深远的社会风险。这个社会风险是什么？
简单来说，就是过去那些给大学毕业生、社会新鲜人做的入门级白领工作，比如资料整理、初阶的程式设计、写文案、客服服务，这些工作正在被 AI 快速的取代。过去，年轻人是靠着做这些基础工作来学习、犯错、成长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但现在，这第一阶的楼梯正在被 AI 整个抽掉，这在未来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人才断层危机。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：30年后，当我们回头看2026年这个时间点，我们会说啊，那时候真的是泡沫的最高点，还好我跑得快，还是我们会说那正是下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，可惜我当时没上车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将会决定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。好，我们简单整理一下今天分享的内容。第一，2026年市场是审慎乐观 ，AI 的潜力很强，但宏观经济的挑战也很大，是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局面。第二，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地位无可取代，这是我们的核心优势。第三，面对复杂的市场，善用 ETF 分散风险，绝对是普通投资人最聪明的策略。最后 ，AI 革命是长期的，它同时带来巨大的机会与深刻的社会挑战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：2026年将是充满变数，但又极具潜力的一年，关键在于你如何布局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